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从以往的机型来看 ，iPhone SE 系列一直主打个小屏钢炮的定位，比如初代 iPhone SE，屏幕尺寸为 4.0 英寸，但搭载当时旗舰机 6S 同款的 A9 芯片。iPhone SE 2屏幕尺寸为 4.7 英寸，搭载11同款的 A13 芯片。iPhone SE 3同样是 4.7 英寸屏幕，搭载13同款 A15 芯片。但最近有消息传来，即将到来的 iPhone SE 4很可能都算不上小屏钢炮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根据日本苹果博客 Mac Otakara 的最新报道，他们从阿里巴巴的资源中获得了 iPhone SE 4的 3D 打印模型，并使用 iPhone 14的配件进行了比较。这些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即将到来的 iPhone SE 4的初步印象。设计细节 iPhone SE 4模型机的细节显示，它采用的还是传统静音拨片而非新的操作按钮，小刘海设计的 Face ID 模组，一个单后置摄像头，这与 iPhone 14稍有不同。模型机的尺寸为 146.7 毫米乘 71.5 毫米乘 7.8 毫米，与现有的 iPhone 14完全相同。SE Plus Mac Otakara 的报道还提到了一种可能性，即 iPhone SE 4可能有两种尺寸 ,6.1 英寸和 6.5 英寸。难道 SE 系列不走小钢炮路线，也开始玩大屏了？但该媒体也表示，最终的设计和尺寸尚未确定。Jeffrey 更倾向于 iPhone SE 4仅有 6.1 英寸这一个版本，毕竟此前从来没有过苹果要开发 SE Plus 机型的爆料。如果真有，按照苹果如今这个保密工作的水平，我们不可能现在才首次听说。兼容性测试，在兼容性测试中 iPhone 14的软 TPU 手机壳可以完美适配 iPhone SE 4模型机，但由于摄像头数量的差异，摄像头部分会留有较大空隙。此外，模型机的静音开关似乎比 iPhone 14略小，但音量键和侧键的位置和大小与 iPhone 14相同。USB-C 接口，模型机的底部左右两边分别有3个孔和5个孔，可能分别为麦克风和扬声器，这和 iPhone 14也完全一致。但不同的是 iPhone SE 4很可能配备 USB-C 接口而非曾经的闪电接口。相机和屏幕，用 iPhone 14的摄像头模来对比，发现 iPhone SE 4模型机的后置摄像头直径略小于 iPhone 14的主摄像头，且主摄像头与闪光灯之间的距离也有所不同。同时，模型机的屏幕尺寸和形状与 iPhone 14完全相同，钢化膜可以完美互相适配。尽管有关 iPhone SE 4的确切尺寸和设计仍有待确认，但目前的模型机和传言都指向了一个与 iPhone 14极其相似的设计。预计 iPhone SE 4将在明年春季发布，配备 6.1 英寸的 OLED 显示屏 A18 芯片，并支持 Apple 智能技术。此外，它还可能首次搭载苹果自研的 5G 调制解调器。多年来，苹果一直致力于研发自己的 5G 调制解调器，最终目标是摆脱对高通调制解调器技术的依赖。苹果的 5G 调制解调器正逐步接近完成。自研调制解调器芯片听起来简单，但对于信号和性能来说影响巨大。苹果必须确保其 5G 调制解调器至少与目前供应商高通的 5G 芯片一样好，甚至更好，才能过渡到自家技术。预计2025年的 iPhone SE 4将成为首款搭载苹果自研 5G 调制解调器的设备。作为一款价格较低的设备， iPhone SE 4将让苹果有机会在用户手中大规模测试调制解调器的性能，继而再将其应用到主线 iPhone 中。说白了就是小白鼠。根据当前的传闻， iPhone SE 4将在2025年初的春季发布会上发布。在 iPhone SE 4发布之后，我们或许会在2025年9月看到第二批搭载苹果自研 5G 调制解调器的设备。苹果分析师郭明基认为，正在开发中的超薄 iPhone 17 Air 或 Slim 也将采用苹果自研调制解调器。预计2025年，苹果将出货约3500到4000万台搭载自研调制解调器的 iPhone。如果一切顺利，更多 iPhone 将于2026年和2027年采用这项技术。但据 DigiTimes 报道，苹果首款 5G 调制解调器芯片可能不支持更快的毫米波技术，而是仅限于 Sub 6 GHz 5G。Sub 6 GHz 虽然速度不如毫米波快，但覆盖范围更广，更适合广泛使用。DigiTimes 相信，苹果在美国市场将继续使用高通调制解调器来支持毫米波。据9to5 Mac 的最新报道，苹果首款 5G 调制解调器芯片不仅仅是一个调制解调器，还将整合 5G 连接、WiFi、蓝牙和 GPS 功能。Gurman 认为，苹果首款 5G 调制解调器无法与高通技术相媲美，且首个定制设计不会为用户带来显著的好处。苹果希望调制解调器最终发展成一个更先进的组件，减少对高通的依赖以节省成本。目前，所有 iPhone 都使用高通 5G 调制解调器，苹果采购不仅要花钱，还得支付专利授权费用。2017年，苹果曾嫌专利费用太高而起诉高通，要求退钱。另一边，高通反手起诉苹果侵权，
满世界追着告，反正是打了不可开交。最终在2019年4月，苹果与高通达成和解，两家公司撤销了所有诉讼，甚至还签了协议。iPhone 在之后6年内都将继续采购高通 5G 调制解调器。但与虎谋皮毕竟不能长久，毕竟高通的专利授权费实在太高了。苹果此前表示，高通向每部 iPhone 收取近 4% 专利授权费用，以每部近$800售价算，高通抽取费用在$15左右。但 iPhone 一年2亿台销量计算，高通可以从中获得高达30亿授权费用。所以在和高通和解后不久，苹果就收购了英特尔的大部分智能手机调制解调器业务，准备自己开干，这是其设计自家 5G 芯片努力的一部分。自2023年起，就有传闻称 iPhone 将采用自研的调制解调器芯片。2022年中，郭明基表示苹果的自研工作失败，导致开发停滞和发布延迟。Gurman 在2023年底表示，由于开发上的挫折，苹果被迫将调制解调器的首次亮相推迟到2025年或更晚，且技术落后于竞争对手多年。开发缓慢的原因在于，这款自研芯片的运行速度缓慢，发热量大，而且电路板体积庞大，几乎要占据 iPhone 内部空间的半壁江山，这使得其在实际应用中显得颇为不切实际。除了上述问题，苹果还需要重写从英特尔接成的代码，规避高通的专利地雷。目前看来，我们将在2025年的 iPhone SE 4中首次见到苹果自研调制解调器，随后苹果可能会将这项技术扩展到其他设备上，在使用高通和自家定制芯片混合的同时，逐步过渡到完全使用自研 5G 调制解调器。但是吧， iPhone SE 4作为首个试水机型，在信号方面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各种新的问题。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对 iPhone SE 4试水苹果自研 5G 调制解调器怎么看？如果有 Plus 版本，你会买吗？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